欢迎来到睡眠 APC 的频道啊！今天我们又聊到睡眠结构的那个第四部曲。其实我们之前讲到了鼻子，讲到了这个软腭，也讲到我们的这个口腔，包含我们的硬腭跟舌头。那其实这整个呼吸道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，一定要建立这个观念，请大家记住啊！呼吸决定你睡眠的品质。你要呼吸，靠的是什么？鼻子跟嘴巴。不错。我们呼吸从头到尾都只能靠鼻子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，放在你的心里面啊。鼻子呢是用来呼吸的啊，嘴巴是用来吃东西的啊。再听清楚，鼻子是用来呼吸的，嘴巴要吃东西的。废话，我也知道，你真的知道吗？事实上有很多人都是习惯用嘴巴呼吸。我们这一集就来跟他讨论，用嘴巴呼吸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。鼻子呢是用来呼吸的，当然鼻子不是用来吃东西的嘛。可是嘴巴用来吃东西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但是事实上，因为很多人因为鼻塞，因为习惯，所以用嘴巴呼吸，那它会造成什么问题呢？第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从小就习惯用嘴巴呼吸，你会造成这个腺样体面容 （adenoid face）。为什么叫做腺样体面容？其实很多小孩子啊，他可能因为鼻子过敏，或者是在我们之前在讲鼻子的那个构造，最后面有讲到，在鼻腔的最后面有一个东西叫腺样体。这个腺样体一般在青春期的时候会萎缩，可是有些小孩子啊，他这个腺样体很大，像一颗草莓一样顶在你的鼻子最后面，塞住你鼻子往嘴巴的通道，这是另外一种鼻塞。大家想到鼻塞，大家第一个想到都是鼻子前面的部分，可是鼻子后面也有可能造成你鼻塞，因为鼻子是一个管道嘛，有可能是前面塞住，有可能后面塞住。那很多小孩子就是塞在后面，腺样体太大，然后造成他没有办法靠鼻子呼吸，长期用嘴巴呼吸会造成这个样子，会造成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会造成你的下巴短，会造成你嘴凸，然后会造成你的外观没有那么好看。我们来看，如果从正面来看呢，它的这个上颚本来一般上颚是像一个屋顶的构造，它可能会这样隆起来。那这样隆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脸型呢看起来就会不正常的这个窄缩。这个时候呢，又会造成你的整个脸型看起来比例会比较奇怪，而且你的牙齿会变断。你知道很多人牙齿变断，是因为鼻塞。我们摄影师整个眼睛睁得超大的，很多人你有没有想过你牙齿断？很多人想说，会不会是遗传？你没事，你怎么会牙齿自己长乱呢？你总不是乱吃东西吃到牙齿断的吧？其实很多人牙齿断是因为睡眠的问题，真的所以你回去看，或许你爸妈他们有的牙齿还算整齐。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小都要矫正牙齿，很多时候没有啦，我们只是为他好看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他没事，你怎么可能只是为了好看矫正？他就是没有那么好看才要矫正。那为什么像好多小孩子牙齿断？因为空气不好，导致鼻子过敏严重，导致鼻塞，然后鼻塞就用嘴巴呼吸久了，牙齿会变乱。所以超乎你想象的，不用鼻子呼吸，它会造成你变丑，造成你牙齿变乱，它甚至可能会让你变笨。大家说真的假的？我之前有提到一件事，当你用嘴巴呼吸的时候，你不是用鼻子呼吸的时候，或是你呼吸到长期阻塞的时候，你会缺氧，这会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 brain fog， 就是脑雾，会变笨。那也有人研究出来说，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可能会造成过动。过动为什么？因为导致他的脑里面自我控制的核心没有那么的强，没有那么的好，可能在某程度上，在某些人眼中就觉得这样比较过动。没有想到不用鼻子呼吸有这么严重的后果，对不对？听了以后赶快检查一下，你平常是用嘴巴呼吸，还是你是习惯用鼻子呼吸？你嘴巴闭起来，你会不会就觉得你吸不到气了？非常的可怕你想想看，你的每一天你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，你看电视躺在床上什么都没做，你一天要呼吸2万次，你知道吗？那这2万次里面，如果你一直都用错误的方法呼吸，这个长期以来是一个复利效应。这个负其实应该是负面的负，对你的身体、对你的面容会有很多的影响，甚至对你的脑袋都会造成这样的影响。你会发现你的外观受到影响，你会觉得很疲倦，牙齿会乱。而且我刚刚不是提到，因为嘴巴呼吸长期里面，你的这个上颚骨，你的这个硬腭部分会变成高起来，高起来以后就会导致你的鼻子你那个地基，我们的鼻子的地基是不是底下的上颚骨？你那个骨头一旦凸起来之后，你的鼻子地基变动了，你的鼻子容易歪斜，很恐怖吧？然后这些长期下来，你的中线一歪的，
你的中心一歪，你的脸型可能会歪，然后很多人脸型一歪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连你的脖子都会跟着歪。这些都不是瞎掰，这个都是真的有研究根据的。好，很多人才知道原来用嘴巴呼吸有这么多问题，用嘴巴呼吸一定会造成你睡眠的障碍，长期下来就会这么多的问题。相反的，为什么改善鼻塞很重要？因为你改善鼻塞，你才有办法正确的用鼻子呼吸，你才有办法改善你的打呼，你才可以办法解决你的睡眠呼吸综合症，它就可以让你外观好看，脑袋清晰，白天有活力。何况现在我们在处理鼻塞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做所谓的功能性鼻整形，就真的可以让你马上变好看。我们在改善鼻塞的时候，某些人还可以顺便直接在做鼻塞的时候顺便做隆鼻，这是同一件事情，一次可以完成。好。就像我上次跟大家提，我们的这个口腔整个很垮，为什么？因为双下巴太严重了，你的舌底很脆弱。那我们在这里用一个小窗口，就可以同时处理掉这整坨的双下巴，让轮廓变明显。大家可以拿这个双下巴来延长你的下巴，让你外观变好看，同时把你的这个口腔底往上撑，也可以改善你睡眠呼吸综合症。所以现在我们在做很多这些功能性的手术，都可以同时，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改善你的外观，改善你的颜值。好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研究，这是英国的一对双胞胎。我们知道双胞胎同卵双生双胞胎，他们基因是一模一样的。可是你看，一个小孩他从小用鼻子呼吸，他没有鼻塞的问题；另外一个双胞胎因为一些事情导致他的鼻子里面的构造有问题，导致他有鼻塞问题，他长期用嘴巴呼吸。你看，两个长大了以后，外观差非常的多，基因是一模一样的。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嘴巴呼吸跟鼻子呼吸就造成这么大的改变，造成你从外表到你的 IQ， 你的内在外在都有很大的改变，是不是超乎你的想象？很多人听到这来说，真的还假的？你去看我们就算是中医的典籍，很多教你怎么呼吸法，各种方法，你就知道呼吸对我们的人生影响很大。那我们现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告诉你，为什么呼吸影响很大？一些什么神奇的呼吸法，让你练得九阳神功，那个我们不讲，那个太玄幻了。我们讲最基本的，一定要用鼻子来呼吸。好，这里我给大家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，叫做恒河猴试验。这个猴试验这是它原来论文的出处，有很多的影片有提到它，但是都讲得不清不楚。我们频道就喜欢讲清楚，我把论文的原始出处秀给你看，因为这个论文已经非常久了。好，这个是原始论文的拍照的这个照片，很久了，把它弄出来不容易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实验呢？这个实验其实蛮残忍的。很多的动物实验喜欢找恒河猴，因为恒河猴跟人类的基因最接近，所以很多实验找它就觉得我们可以用它来去预估人类方式。是它做什么？他们用强力胶把猴子的鼻孔把它封住，超残忍，对不对？那于是猴子被迫用嘴巴呼吸，结果他们就发现，隔一阵子之后，这些猴子呢，它的脸型开始改变。猴子也会长得不一样，知道跟人一样，有的猴子长得像孙悟空，有的猴子长得就是笨笨的猴子的。那这个用他鼻子被封住以后，他们发现他的嘴会凸，牙齿开始变乱，然后呢脾气变得不好，牙齿变乱，硬腭开始拱起来，然后鼻子开始歪一边，跟人类是一样的。这个实验当时非常有名，因为这是最早一个用来研究呼吸道是怎么改变外表、改变我们的行为表现的一个实验。只是当时他们还没有丧心病狂，但用人类，他们用恒河猴来做这个实验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现在，你就知道用鼻子跟呼吸、用嘴巴呼吸会有造成很多的影响。当你习惯性用嘴巴呼吸的时候，你因为都是跟人家张开。那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，导致你的嘴巴常年是睁开，你下面的支撑就越来越差。然后你习惯用嘴巴呼吸的时候，你失去了你上颚的支撑，然后你舌头掉下去，因为你张嘴呼吸，你的下颚骨呢，你这样张嘴呼吸，这个动作，你的下骨长期就会往顺时针方向这样缩，所以你的下巴也会越来越短。有没有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双胞胎那个脸型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？如果这些小动作的影响，它只是短时间的，对你人生没很大影响，每天累积下来2万次的呼吸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它对你身体影响很大。鼻子呼吸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超乎你的想象了哈。有一些你很直觉，但有些很难想象。我们知道我们鼻子里面有鼻毛，有些纤维，它可以帮我们过滤外面的一些过敏啊，一些不好的东西。嘴巴没有啊？嘴巴长毛吗？没有嘛，所以用嘴巴呼吸，你就会直接把脏东西吞到肺里面，你的肺会出问题。会。第二个，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身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叫做 NO 一氧化氮。
很多知道，我知道一氧化氮可以让血管扩张，它可以影响到我们勃起性功能。它一氧化氮影响你血管扩张，对你的心脏是好处。所以有很多其实药物是促进你的一氧化氮在你的血管内皮细胞，让你的血管扩张。所以一氧化氮它很重要，这个一氧化氮也就得到诺贝尔生理奖，是不是很重要？但你知道吗？我们整个呼吸道里面唯一可以制造一氧化氮的地方在哪里？在鼻窦。鼻窦里面才有一氧化氮，所以你在呼吸，你用鼻子呼吸的时候，从鼻子吸气进去的时候，在我们这些鼻窦、我们的上颌窦、我们的蝶窦啊、我们的腮窦这些制造出来的一氧化氮才有办法被带进去我们的肺，从我们肺里面吸收到你身体里面，才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一氧化氮。因为只有鼻窦里面的黏毛细胞才有办法去生产一氧化氮，这个没听过吧？超乎你的想象，你看鼻子呼吸这么的重要哈。还有，当你习惯用鼻子呼吸，这是先天神给我们的设定，你的副交感神经才有办法启动。长期下来，你的心绪比较平静。副交感神经是用来让你镇定的，交感神经是让你用来亢奋的。你长期用嘴巴呼吸，你的鼻子呼吸没有正常的时候，你的副交感神经就越来越大，你的交感神经越来越强，你会很焦虑。你会容易烦躁，会影响到你的心情，会影响到你的工作。那另外，我们用嘴巴呼吸，你空气常常进出，你的嘴巴就容易口干舌燥，影响到你的嘴巴。当你口干舌燥，你口水那么多的时候，你会蛀牙。嘴巴呼吸的人，你睡觉越长嘴巴张开呼吸的人，你就越容易蛀牙。哇，太可怕了！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啊，我讲了这么多，你就知道啊，原来鼻子呼吸这么的重要。当你长期缺氧的时候，就会造成 brain fog。脑雾，一再的就是要提醒大家，鼻子呼吸真的很重要。那我们怎么自己知道我们有没有正常呼吸呢？有几个地方，第一个，当然你嘴巴闭起来，你吸气看你鼻子呼吸通不通畅，或者甚至是你可以把一边的鼻孔塞住，看一边通不通畅。因为很多人鼻塞是塞一边的，你塞一边的时候，我们摄影师都塞一边的，难怪我们摄影师常常反应有一点怪怪的，长得很像呵呵猴。对不起，开玩笑。可以把一边鼻孔塞住，看看你有没有一边塞住，因为很多人他只塞一边，那事实上你这样你的进氧量也一定是比较差的。还有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，你每天早上起来你会觉得口干舌燥或是喉咙痛，那是因为你一直嘴巴张开，你的口水一直被挥发掉，所以你就嘴巴干，喉咙会痛。那你有没有黑眼圈，然后觉得睡不饱，精神没办法集中，或是你平常不由自主的，你如果只是刻意要模仿汤姆·克鲁斯要露出牙齿那是一回事，但你如果是不由自主的嘴巴闭不紧，那常常不是问题是你嘴巴闭不紧，是因为你鼻塞，你不得已要用嘴巴呼吸，导致你会由自主把嘴巴张开。还有，你要注意一些小动作，你平常在看电视、在用电脑的时候，你注意一下你的舌头摆在哪里，舌头是塌在口腔底的，还是你舌头平常就习惯会舌顶上颚？你有听过一个说法，在中医或者是你在看一些古代武学典籍，他们说有一个叫搭鹊桥，听过吗？把舌顶上颚，就跟你说舌头顶到上颚的时候，可以打通你的任脉上下任脉，让你的气脉可以通畅。中医有这样的说法。在我们西医在看这件事，当你舌头习惯会顶住它的时候，你的舌头的力量才够强，这是一个自我训练。我自从以前医学院的注意到这件事，我就常常会习惯性舌头往上顶，这是一个习惯。一个简单的概念，舌头是我们上颚的模具，你舌头往上顶，你的脸才不会塌下来、垮下来。你鼻塞的时候，你习惯用嘴巴呼吸，这些脏东西从你的嘴巴进去，造成你的体质越来越过敏，你的鼻子越过敏，鼻塞越严重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恶性循环？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东西，我就是要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：鼻子是用来呼吸的，嘴巴是用来吃东西的，不是用来呼吸的，这是最核心的观念。各位，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对你在了解你的睡眠、了解你的呼吸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多看我们一些频道，也可以把这频道推给你的另一半，推给你的朋友，我相信对他们一定的健康有很好的帮助。记住一件事，呼吸决定你睡眠的品质，而睡眠定义你健康的程度。拜拜。